我跟你们说啊，此时此刻我特别能理解那些找对象真的挑来挑去的主了。今天我去租房子，一中介一大哥问我想要什么样的，我说要一个位置好点的啊，装修不错的，房子干净点大点的嘛，最好便宜一些的。人大哥说呀，这种啊得租金1万以上，问我有那能力吗？我一听那咱俩租不起啊，哎呀，那就要个差不多的吧。他就问我差不多是多少，我说呀，要不预算5000左右。于是他就给我看了第一个房子。哎呀，那房子位置就是在那个市中心啊，离我工作地方倒是特别近，但装修就是那破破烂烂啊，就这长相我是一点都没看上。我说我不喜欢。大哥就说，就这地段你还不喜欢？你知不知道这里房价最高啊？房东就是因为装修不咋地才给你便宜了那么多，咋你还没看上啊？我说呢，我呢也不想委屈自己啊，他就开车带了我去了下一个地儿。哎呀，位置是真不错，小区绿化也很好，而且还是个新房。但我打开门一看呢，哎呀，干干净净的，是啥也没有，就2张床跟一个冰箱。人说呀，就这房子性价比太高了，你多少自己置办一点就能省出很多房租了。我说我这不是嫌麻烦吗？大哥一听啊就特别无奈啊，就直接摇摇头，悄悄的跟我说呀，我这都是给你找优秀的啊，适合你的，你别要求太高了，不然找不到的。接着呢，我们又去了第3家，我一开门，哎呦我去，真的装修特别豪华，谁不抢这房子谁有孙子。谁知人大哥说啊，这房子距离我上班的地儿啊将近30公里。我一听，那我不得累死了，这赶上堵车，我这得2点才能回来，我就不想要了。大哥那血压就蹭蹭蹭往上拱啊，就你这预算，哎呀，还既要又要，又想要这装修好看的，还得地理位置好的，还要便宜的，你就给我那5000，非得想要那1万的待遇，你咋就没个自我认知呢？那一瞬间啊，兄弟们，真的我突然间特别共情，感觉来的就是这么快。为啥找对象就挑来挑去了？然后啊，大哥就带我去了另一家，差点没让我给他气吐血。这房子位置是不错啊，装修也可以，家电齐全，就是没那么好，但是就是绝对也不差啊。我当时就感觉，哎呀，凑合一点吧，就还在那纠结啊，要不要的。这大哥急的呀，你还在这挑的，就这房啊，你就等着看吧，一进市场就立马就没了，你还不抓紧，就让人给挑走了。我说能不能先看看其他的呀？我就比较嘛啊！他又带我看了2家，结果就是越看质量越不好啊！我就开始后悔啊，就赶紧跟大哥说，那我就要刚才那家了。大哥立马打电话给人房东啊打过去，一听啊，刚刚让人给定了。那一瞬间啊，伙计们真的心塞又后悔，共情来的就是这么快呀，兄弟们，我后悔了，真的，以后我再也不挑了。哎呀，上午办了场相亲会啊，那给我火呲呲的，牙花子疼。参加相亲会的都是一些22到35岁这个年龄段的，一眼望去，哎呀，那女孩子长一个个漂亮，男孩子也很帅啊。咱就不看条件，你目测看去啊，那就感觉很多人都很登对。相亲开始啊，大家各报家门，好家伙，80%以上的女孩子都是28岁以上，学历本科、事业单位或者国企、央企的。而80%的男孩子都是25到28岁左右的，学历大专、私企居多，房子也基本都是有贷款的。这就导致这80%的姑娘，她压根看不上这80%的男人，理由就是对方工作差、房子有贷款、学历低等等。反正啊，你就干着急，你就瞅着那80%的女人啊，都在盯着那20%学历好、有车有房、工作有能力的男人，而人家这20%的优质男人啊，又瞧不上这80%的普通女人，嫌他们年龄大、没眼缘。这就导致这些姑娘来了相亲会一圈啊，一看，哎呀，全是普通男人，瞧不上啊。那为数不多的优质男人又瞧不上她呀，溜达溜达就回去了。回去跟那闺蜜说，哎呀，那全场那么多男人，没一个合适我的。然后逛了一圈的男人呢，也回去跟兄弟们说了，现在这女人一个个啊，又挑又拣的，我又没被看上啊。咱就说现在为什么光棍越来越多，为什么很多人都在找对象，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先告诉你们一个结果啊，就是不论你怎么挑，这个市场上面99%的普通人都会嫁或者是娶99%的普通人。也就是说，不论你多么想嫁给高富帅，或者你多么想娶那白富美，最后都会是做梦一场，你都会迫于现实，娶的和嫁的一定都是普通人的。我很明确的告诉你们啊，没有人会符合你所有的择偶要求。当然，如果有符合的，一定要看你自己配不配。2023年7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3》，这其中啊，单身女性人口数量占比在1.06亿，男性单身人口数量占比在1.59亿。这男人比女人多那么多呀，哎，有些人就想着，哎呀，自己很好嫁嘛。可这些单身女性当中，近半数是年龄在30岁以上的大龄剩女，主要集中在1、2线发达城市。而单身男性当中，大半数都是在偏远农村的，没车没房，经济条件很差。你让大龄剩女去嫁他们，那是宁死不屈啊！
在婚恋市场能剩下的是有原因的，男人在这个市场上面剩下来，大部分都是因为经济原因，其次呢有明显的短板、长相、身材等等，这些都是无解的。他们一般都会在一线城市趁着年轻出去打工赚钱，赚到钱回到老家买房结婚那城里的姑娘压根就看不上的，农村的姑娘还一门心思我想要嫁给城里去，这就导致农村的光棍是越来越多，而女人剩下大多数都是因为观念和性格问题，就是太挑了呀。女人想留在大城市，成本其实很低，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嫁人，而男人想留在大城市，就要承担很大的经济压力，你要买车买房的，不然会被这些女人瞧不起，最后导致男人没办法都各自回老家了，而一些女人呢，还是异想天开的留在大城市里面，幻想着嫁给那些有车有房、条件又很好的优质男人们。这些女人如果在35岁之前那自己想通了，稍微降低择偶要求还是能嫁得出去的。如果想不通还是不愿意，35岁以后就会步入二婚男的市场。即便如此，他们也要找条件很好的二婚男。所以你想让剩女嫁给剩男，那死了都不同意的。外加资本对女人的捧杀、毒鸡汤的灌输，霸道总裁都爱上离异带娃了，导致一些女人们对现实往往存在极大的误判，就像他们认为有房的男人很普遍，以为男人月薪过万都很正常一样。他们认为女人只要想嫁得好就可以很好嫁，有车有房有颜的都是标配，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躺平，我找不到我自己过嘛。结婚率迟迟上不去，那是有本质原因的。我不说剩女100%都是因为一些不切实际的物质而剩下，但至少90%以上都是越剩下他就越执着，他们就越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配不上有钱男人的，那认错回头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最终呢就导致很多剩女在30、40岁依然活在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中，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去怀念老一辈的爱情因为它纯粹那个时候牵了手就是一辈子，现在你上了床都不一定有结果越想越可悲，对吧？伙计们，散会。哎呀，今天给你们唠个相亲成功的故事整天听我吐槽，好多伙伴说要命了很多人跟我说，老师你今儿跟我讲相亲成功的，我都觉得像听神话故事呢。关注我比较早的老粉应该是有印象，这个去年我就分享过一个姑娘骑电动车去相亲的事儿。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给他们交对象，第一次见面就约在这个饭店里这男士打电话给这个姑娘，就说要去接她。人姑娘一看这两人相距太远了嘛，觉得男士接她路程会变长，而且也比较麻烦，就委婉拒绝了。她就跟男士说自己要打车去。这男士拗不过呢，就自己去了饭店。这个姑娘呢她就原本是想着打车的，但是又觉得这个饭店她也不是很远，打车就比较贵，于是就骑着她妈妈那种老款的电动车去相亲。人这姑娘是精心打扮了一番你想想，穿着这个白裙子吧，应该骑着电动车就去了。那电动车她买的时间也比较长了这年限一长就有点破，嘎吱嘎吱的响。这姑娘去相亲她要面提前就把电动车就停在了离饭店门口这个不太远的一个停车场里面。吃完饭这男士就要送她她这不是因为有电动车在的嘛，就给拒绝了，让男士先走她怕看见她就在那求这个男士走了之后，这姑娘就偷偷的去骑车没成想就发生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就是她骑着电动车就吱嘎吱嘎的就往外骑的时候，正好碰见男士在那付停车费哎呀，那一瞬间两人四目相对特别的尴尬。这姑娘就心里想着，哎呦我去，这也太巧了吧，好丢人呐。男士就想着这怎么办怎样才能显得不那么尴尬。哎呀，两人简单打了个招呼，因为特别尴尬嘛，就赶紧分开了。这个回家人这姑娘就跟我说，哎呀自己觉得特别丢人觉得这个印象肯定不好了。没成想人男士对这姑娘的印象就特别好，觉得她呢不做作也没有虚荣心，还朴实无华的就决定一定要去追这个妹子。从这个事情之后这男士就每天跟这姑娘聊天哎呀，两人一有空就约出来吃饭。人男士心比较细，每次约会就在这姑娘家附近，再也不用骑电动车去了。吃完饭呢，两个人就经常去踏马路走走停停的聊天。哎呀，都能每天从8点多聊到11点多，直到把这个姑娘送回家，那还依依不舍。两个人这个聊天的话题都是分享一些自己生活当中很开心的事情对待一些事物的看法，从来都不聊哎呀你的车子是什么牌子你的房子有多大，你父母有没有退休金很开心的事情他就会主动分享给对方，对方总是能够立马回信，彼此都能顾虑到对方的感受每次见面这姑娘都会给男士带点小礼物这男士同样也会给他就是编各种理由说带一些土特产补品等等。就这样两人认识了有2个多月之后就有一次晚上这两人不是去公园散步嘛，情到深处这男士就拉起姑娘的手说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知道未来的路很远，你能陪我走吗？真的啊，那一刻没有鲜花，也没有什么甜言蜜语，一个问句，一个肯定的回答，我愿意陪你。就这样呢，两人确认了男女关系啊。在一起之后啊，这生活过得就越来越甜，就是你遇对了人之后啊，才有的那种感觉。每天都很有期待，哎，一到周末两人去约会啊，每天晚上就聊聊天。认识了半年之后啊，这姑娘就把男士啊带回了家里去见父母啊。女方的父母很满意，觉得男士啊人品好，懂礼貌，工作也很努力。这男士的父母也见了这个姑娘，姑娘性格温和明事理，人父母开心的不得了啊。很快啊，今年5月份的时候，双方父母安排见了面，谈了订婚和结婚的一些事情啊。这双方礼尚往来啊，彩礼呢是8.8万和3金，女方陪嫁了6.6万和家电的4大件。这双方家长共同出资啊，给小两口啊置办了一辆20多万的小轿车。哎呀，我这办公室可能中央空调有点冷啊，人男士呢就时不时的会问这姑娘冷不冷，哎，要不要给你倒杯热水？这姑娘就说不用啊，反过来他会关心男士啊，你冷吗？摸了摸男士的胳膊说啊，哎呀，很凉，要不要啊？给你倒杯水。真的那种幸福你是很明显能够感受到的。我觉得有句话我很认可，叫做幸福的家庭它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真的各有各的不幸。最后啊，祝福新人啊，新婚幸福，海枯石烂，同心永结，地阔天高，比翼齐飞啊！哎呀，我掐指一算啊，看我视频的单身伙伴们立马脱单。